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泥和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驰未来》第6季第19集。这一集，莉拉摇身一变，成为了一个大名人。回到最低保障孤儿院，为了她能在地面上过上好生活，父母在莉拉很小的时候就把她寄养在这里。今天就由她来给孩子们讲故事。先讲哪一本书呢？孩子们却说他们没有书。校长解释，在吃书和读书之间，他们总是喜欢选择前者，所以你还是即兴编个故事吧，反正故事都是编的。莉拉有点为难，那就讲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，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。从前有座山，故事还没讲完，小胖就说隔壁老奶奶都比你讲得好。莉拉黯然离去，但他保证会编一个更好的故事回来讲给孩子们听。孩子们摇头，你还是别来了吧。回到公司，莉拉奋笔疾书，现在只差3个动物角色，故事就编好了。她不断给自己打气，一定要集中精神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就算有神笔也很难写出东西。于是他去了能集中精神的星球。会开飞船就是了不起。编好故事，莉拉再次回到孤儿院。院长表示，儿童网站的经销商正在用无害环绕射线测试孩子们的大脑反应。谢谢你们让我扫描大脑，孩子们。测试结束，经销商满意离开。院长带着莉拉走了进来，孩子们苦不堪言，就不能让我们自娱自乐吗？为了让孩子们高兴，这次莉拉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不仅有配乐，还有贴纸动画，再加上生动的语言，她获得满堂喝彩。孩子们很喜欢这个故事。最后故事结束，大家意犹未尽，希望莉拉能带更多有趣的故事给他们。莉拉表示没问题，我这就回去编。走出房间，经销商叫住了她，原来她并没有离开，还在继续测试孩子们的大脑。他发现，在莉拉讲故事的时候，孩子们的娱乐线直线上升，因此他想让莉拉把节目带到电视台，如果同意，就在折扣券上签字。莉拉犹豫不决，孩子们说：“快去吧，别像个胆小鬼一样。”既然如此，为了给他们做个榜样，莉拉爽快地签了字，加入了有线电视之迷人的有钱世界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拍摄地点就在公司，参演人员也全都是自己人。马上迎来了第1场拍摄，但莉拉还没有把手稿带来，经销商忍不住抱怨：“看样子录制一个薪酬低于50元的电视节目还不难。”说着，莉拉回来了，她只是去了趟安静之心编故事去了。拿到手稿，拍摄终于开始。班德说：“这表演简直太棒了，连我都被自己折服。”大伙表示赞同。莉拉劝说：“现实点吧，众所周知，只要节目稍微欠加点，就会被 out。”这时，经销商带来好消息，他们的节目轰动一时。从未来传来明天的消息来看，这节目会比海绵宝宝还要火。事实证明，他没有说错，莉拉也因此走红，荣获最受青年人欢迎奖。这是她第1次被提名，也是第2次穿高跟鞋。得了奖的莉拉开始变得与众不同，她强调小伙伴和她一起工作有多么荣幸。赫米斯表示，有人在她嘴边建了一座分力场吗？这么膨胀，这么喜欢吹牛。经销商提醒莉拉，虽然你很有创造力，但凌晨2点了，你还没有写明天的稿子。莉拉愤怒，一群嫉妒狂，我要开着飞船去安静之心，你们这些没有创造力的就坐公交回家吧。来到安静之心，莉拉正在编故事。班德从飞船上走了下来，他竟然把他给忘了。看着眼前的一幕，班德大吃一惊。原来莉拉不是在编故事，故事中的人物都是真的，他只不过是在记录他们的生活。班德十分生气，没想到你竟然从无辜的生物上剽窃作品，然后独吞所有的钱，真是低估你了。莉拉解释，我不喜欢说谎，但孩子们是那么以我为傲，所以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班德表示，你这行为简直比红楼里的牧师还要可耻。这些生物是那么单纯可爱，难怪他不担心剽窃他们表演的后果。班德觉得这是个发财的好机会，他决定从现在起，莉拉1半的收入必须归他，不然的话就把他抖出去。莉拉说：“这好办，我根本不在乎钱，我只是想向可怜受冷漠的孤儿们证明他们也能成功。这大概是富人里最坏的那种人吧。”大家还在为莉拉的故事进行拍摄，孤儿院的孩子们特别高兴，莉拉可能已经成为像女神 Lady Gaga 那样的名人了。拍摄结束，孩子们去垃圾堆里找铝，莎莉留了下来，她给莉拉看了自己编的故事。莉拉不可思议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莎莉回答：“你以前也是孤儿，而现在你成为了最好的作家，因此我觉得我也能行。谢谢你，我的英雄。”莉拉愧疚，决定招供。她带大家来到了安静之心，承认自己没有创造过任何东西，都是剽窃来的。单纯的草原生物只是想过单纯的生活，她却为了私利把一切都曝光。他们很伤心，
朋友们很生气，孩子们也很失落，特别是小胖，我还想向你求婚呢。莎莉表示，既然你都编不出故事，那我一定也不行。经销商说，别灰心，作为好莱坞电视节目制作人，我知道怎么挽回这个善意的谎言。对此，莉拉不同意，但主角们同意，只要有钱，他们愿意把自己真正的生活搬进荧幕，这样他们的生活就有了质的飞跃。这还要多亏了莉拉，莉拉却觉得自己真是一个罪人，不仅毁了他们的生活，还教坏了孤儿们。但事实是，孤儿们都被经销商领养了，他们现在不仅有了新的爸爸，还有全职的工作。孩子们都感激莉拉，莉拉却很想有人能教训自己一顿。当一个人没有成就的时候，再平淡的生活也是理所当然。但当站上顶峰，蓦然发现山脚下的一切是那么渺小，于是莉拉开始狂妄自大。金钱、名利和荣誉的诱惑之所以大，是因为他们往往很难让人轻易得到。越是得不到的东西，人们就越向往，而得到的东西又不珍惜，因为一点点成就就沾沾自喜，就好像天上一闪而过的烟火，只拥有片刻的绚烂。更可悲的是，这点成就还不是属于自己的，利用孩子们最美好的东西进行最肮脏的交易。哪有什么善意谎言，不过是自欺欺人。可笑的是，最后莉拉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孩子们却变成了另一个莉拉。果然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利益才是一切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我是草泥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